大家怕 AI 会取代你的工作，一个前提就是说我们太像 AI 了，所以 AI 才取代你。现在就逼着你必须要更像人。我觉得这可能听起来有点残酷，上面的人告诉你是你自己不够好，于是就有了川普。那样的话你永远在悬浮，就变得非常的无力感，把你自己搞没了，那是悲剧。项彪是国际上备受瞩目的人类学家，他研究人口流动、社会心态及当代个体的生活经验。这次来到北京找他，一方面是想知道他怎么去理解当下社会的分裂和焦虑，另一方面，人们又该如何去想象一个更公平、更人性的未来？就是向教授，因为你之前也曾经跟那个哈佛大学的那个 Michael Sandel 有一个对话，是关于那个优绩主义的，就是 meritocracy。但新加坡常常也这么说，你们对这个所谓的 meritocracy， 其实你们是有批判的嘛？你们觉得这个其实不会带来一个社会的一个公正吗？今天我们的这个优绩主义的竞争呢，比方说在中国大陆的高考，你如果没有考上，或者考到了你心目当中觉得不好的大学，你就觉得这10几年都是浪费，然后是一个巨大的失败。很多人觉得是抬不起头，这个模式可能不能再持续。就是说你可以说以任人唯贤，少数人上去了，但是呢，越来越多的大部分的人呢，他不能改善生活，因为经济下行，整个的国际的全世界的经济不好，他把那些能够上去的人的这个获得的利益完全正当化。你们不要妒忌，因为这些人就是聪明，因为我们是人人为贤，我们是优绩，这些人就是优绩。你们也不能抱怨，那就是因为你们不够好，你们不够聪明。所以这个 Michael Sandel 他强调的说，人人为贤到最后在美国为什么会出现很大的问题，是这种屈辱，这种抬不起头的感觉。然后你就问，为什么我辛苦工作，生活没有改善？上面的人告诉你，是你自己不够好，于是就有了川普，于是就有了抑郁，于是就觉得生活没有希望，把社会想象成是一个纵向的一个上下关系。我做了这个工作是因为我比你好，然后呢，你其实也是想象我这样，只不过你就不够好，对不起，你待在那儿。那为什么不可以把社会就想象这样？你和我就是不一样的。你可以认为这完全是一个水平上的分工，就是说我做的是一个比较高强度的脑力，他做的是一个比较高强度的体力，到最后社会都是需要的。然后呢，对每个人的尊重，对每个人的价值，不要用这样的一个纵向的尺子去量，而是更加用平等多样的方式去欣赏。对，这是一个一个愿景。比方说德国，其实跟比那个新加坡，我的理解是甚至要更早一点，他大概是10岁11岁就开始比较明确的分流，就是说是学术型的还是技术培训型的vocational 的。但是德国没有出现那么的一个社会焦虑，就觉得哎呀，天天保佑我的孩子要进入这个 academic 的 track， 不要进入这个一般的理工型的轨道。他的这个福利的情况，他的工作的这个，因为他劳动的保护收入都比较平等，所以呢，这个在大家的心目当中就觉得是你是个书呆子，你去那里我就是爱搞体育的，所以我去学就是更适合这种比较外向的，所以我更愿意做这种户外的这个体力的东西，我就喜欢那样，我才不愿意成天待在那办公室，我觉得多无聊，对吧？但许多新加坡人，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的这个生活状态，他生活条件好了嘛，他不像祖辈一样，他要那种，对，所以反而现在很多学者或者提出一个观察，就觉得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太过于安逸。首先一个不用太担心，因为这个年轻人的这个放松感是全世界的，但不用太害怕说你看那种其他国家那么拼，我们不拼。但我觉得这个是
全世界，这是一个有趣的一个现象，就各个国家情况很不一样，但是各个国家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和他的感受现在变得越来越像，这可能是跟他的社交媒体的全球化有关。第二个就是这个大家也重新考虑，就是说这个新加坡的竞争力是不是一定要靠这种个人的去拼去获得，这个拼它带来的这个负面后果也是很多的。很重要的一个负面后果其实就是生育率的问题。为什么大家不太结婚，不愿意生孩子，就是因为你原来老让他拼嘛，他拼成这样，他没有太多精力谈恋爱。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他不想让自己生的孩子再去拼，所以他这个本身就说明是不可持续的。所以他现在这些孩子年轻人他躺平一点点，他其实是把这个事情变得更可持续。然后他可能也创造出新的一种经济，咖啡馆开多了，然后消闲开多了，然后他谈恋爱了，然后下一代孩子的这个出生率可能也稍微上升了一点。如果跟那个一直拼下去相比啊，现在这个也是对新加坡来讲，可能这个不是人是最重要的资源嘛？他现在这个人数增多了，这是最重要了。对，这个要辩证的看，就这种事情，年轻人他的生活方式发生改变的话，首先一个反应就是说，而且是这样大规模的，它里面一定有它的道理的。你要说对着一个生活方式去干的，不可能成功的。现在我想问你，就是说你提到的那个悬浮的概念啊，让人觉得说时间不够用，或者是陷入一种很荒芜的这个状态，感觉就是时间不由自己的控制。那我想说，请问你，就是说，如果我们想从这种悬浮里面跳脱出来，你觉得最关键的一步可以做什么？我觉得悬浮的意思是，就像你讲的，是觉得时间不受自己控制，自己被时间控制。他为什么觉得自己被时间控制呢？他就觉得现在做的一切的事情本身都是没有意义的，但是你必须要去做，因为现在不做这个事情就没有未来。所以他现在很忙，但这个忙呢，是因为一种恐惧、害怕现在如果跟不上这班车，他就永远跟不上这班车。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对他当下究竟在做什么，他没有投入。因为他做这个只是为了下一步，然后到了下一步以后又是为了下一步呢，就是你永远在做的事情本身对你没有意义。因为有的时候大家觉得我做的这个事情本身就没有意义，他往往是从这个事情的结果上判断。是，但是你很多事情你觉得很有意义的东西呢，其实它本身你要往大了讲是没有意义的。比方你跟朋友的一次见面聊天，你说他到最后给你带来什么，什么都没有。但是他这个过程，你坐下来分享，一下子就觉得这个时间就变得很有节奏感，整个空间好像也是很有质地感。这个，然后跟家人在一起，或者说是吃饭，这些都是很重复的事情，看起来都是非常琐碎的事情，往往是我们生活里面就觉得是很有趣、很重要的片刻。否则的话，你自己觉得是悬浮的话，同时又觉得一切都是不公平的话，你是最无力的，你不知道怎么办。所以这也是我们一直想告诉这个中国大陆年轻人，也包括新加坡的年轻人，就是你关注到不平等，关注到问题很重要，但是同时你要把自己站住，才你知道你怎么样 push back， 你怎么样能够应对。你否则的话，你对这种不平等不公正的关注，把你自己就变得非常的无力感，把你自己搞没了，那是悲剧。我其实不巧的时候，我就看一本罗素，他其实有讲要赞美，闲暇，就是说不要，就是说他其实是鼓励说不要那么的卷的。他觉得我们应该有更多闲暇的时间去做思考，而且他觉得创造力往往是在你怎么讲不忙的时候才有的。是。可是我觉得这个可能又可以切回到你之前有提到一个所谓工作洞的这个问题，但大家都陷入这个工作洞，一直在重复的循环，周而复始，大家都觉得我们没有办法摆脱那个工作洞。工作洞的意思就是你到那个工作场所，它的压力很大，你100%的在那里工作，然后呢你工作的非常的辛苦，你也压迫自己就是超时间工作，
为什么？并不是因为你如此热爱工作，而恰恰是因为你很不喜欢这个工作。我好像就掉在洞里一样，我在这里就是使劲工作，使劲挖，想挖煤或者挖金矿。然后呢，我赚足了钱，我就可以从这个洞里面跳出来，我就根本不用再做这个工作了。这个呢是基于我原来对农民工，就是大陆农民工的观察，他们往往有这样的心态，他去做一个其实很苦的工作，他尽量的省钱，尽量的加班，他是要求加班的有的时候，然后他攒足一笔钱以后，他说我再也不做这工作了，就跳出来之后没有别的地方，那你就不可能就是说马上实现阶级跃升所谓的，然后呢过一阵以后，他又必须要到第二个工作洞里面去工作，就是从一个洞掉到另外一个洞，然后再跳出来。这样，我觉得这可能听起来有点残酷，但是我觉得在长期上是必要的。就是你可能不能够通过这种方式实现自己的阶级跃升，改变自己的命运，就是好像进入到新的一种阶层了。那么最重要的是说，你在这个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是不要把它想作是一个洞，把它就想成是一个巢，哪怕这个巢跟你原来梦想差得很远。但是这是你的此刻，这是你生命的一部分，所以你也没有必要去想，我现在就是要逼迫自己多加班。你也可以用比较正常的、比较舒缓的方式来完成这个工作。刚才你也提到，它将来可能是大量的取代了我们的一些工作。我们的人的一生，可能我们很多的传统上，我们是由工作、由勤奋去构筑的一种生命的价值坐标嘛？我们会不会因此而失去了对生活节奏，并出现一种存在所谓的意义的真空？我觉得不会，我还是比较乐观的。那么现在就是说，大家怕 AI 被取代，会取代你的工作。一个前提是什么呢？一个前提就是说，我们太像 AI 了。所以 AI 才取代你，又回到前面那个护理工，回到前面那个照顾老人、照顾孩子，他不怕 AI 取代他，因为他不像 AI。然后谁现在最怕 AI 呢？包括说搞研究的，也有人怕，说以后 AI 的写的文章会写得更快、更多。那我说是。但这个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说，你原来写的那些文章，如果是 AI 能够把你取代掉的，那说明你原来写的文章本身就没有太大价值的。所以我觉得 AI 取代是个好事。为什么好事？现在就逼着你必须要更像人，逼着你更像人。如果你这样一去想的话，这个意义从这个角度上，那怎么会是意义消失呢？你把其他的工作让 AI 做，让 AI 给你生成其他的资源，这些人去做老师，你这些对呀，你现在是一个老师带30个学生，就重新分配那个职能。对呀，你现在一下子增加6倍的老师，你增加6倍的老年护理，你增加3倍的搞艺术的，然后你就是增加各种各样的创意性的东西。为什么一定要想成说我必须是做那些很无聊很苦的事情，那个赚到的那个钱才好像是真的，那个才叫一份工作，我才在社会上有意义。我为什么不可以是一个更做艺术、更加护理、就是教孩子，都是这些，就是这些是人的本真性的、最有创造性的价值，人的爱的体现啊，这样等等。观念上对什么叫效率这个问题要进行思考。人活一辈子，他不是为了效率啊。那活一辈子，我们都想活得长，其实活得长是一个非常非常低效率的事。你高效率就是说，你45岁就死。那我现在已经是明显的，我现在做事情的效率就比我那个前2年就低了。其实我活着现在说，你要有人一个跟我算账。然后告诉我说，向彪，你现在活着，你现在是已经属于负资产，作为对于社会效率负责的人，请你现在马上自杀，完全是成立的。那这个是听起来很荒唐，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就是在贯彻这样的效率至上，觉得聊天啊，觉得坐下发呆一会儿，觉得感受一下这个风啊什么的，都叫浪费。然后只有去研发出所谓研发，制造出各种金融衍生产品，
可其实跟实体经济没有任何关系的哈，就是其实没有对人的福祉没有，这个是大家证明过，没有什么实际关系的那些工作，那个叫高效率，那个获得更多的钱。这个另外一位人类学家 David Graeber 也是说过，你看那个工资的分布，幼儿园老师、护理人员，工资得到的是最少的，工资得到最多的是银行里面搞那种金融衍生产品的，其实是导致了金融危机的人，他们的工资是最高的。对，那在一定意义上，你照顾人，你爱一个人是极低效率的，尤其是如果一辈子只爱一个人，那你是非常低效率的。对啊，你要说那个护理工，你怎么以效率来要求一个护理工的工作？也许效率真的不那么重要，也许低效率就是很有意思的。中国大陆的年轻人，同样我估计在很多地方，他对世界的感知呢，是从两个极端进行的。一个极端是自己的成绩，自己能不能找到工作，然后呢，自己跟父母的关系或者亲密关系。另外一个极端是这个手机上的世界，各种各样的危机，离得非常遥远的，然后其实你不知道它究竟发生什么，你看到的都是已经打包好的，带有非常强烈情绪色彩的、非常刺激性的画面的那些事件，充斥你的头脑，然后让你的情绪也非常不稳定。然后中间自己很近，世界很远，中间的那一块是消失的。你的邻居是谁？谁在打扫这个卫生？你的食品是哪里来的？你非常具体的生活和你非常具体的这个社会关系谁在经营这个公共交通？公共交通为什么迟到？为什么不迟到？像这样的一个具体的生活是怎么构造的？是消失的，空白的。这个附近消失是跟整个的它的城市规划、城市化程度也有关，因为都是高楼，你也确实没有邻居了，跟新加坡很像。然后呢，你在邻居里碰到的人都是装作看手机，即使那个电梯里面没有信号，也是看手机，非常形象。对，然后那个因为在电梯里面是你唯一和邻居见面的地方，电梯里面是一个，但是他会回避，对，绝对要回避，甚至眼神交错的地方，最好不要四目相投。对呀，不要，因为四目相投非常尴尬，很紧张，怎么回事？我怎么办？对吧？所以它是这样的一种处境。是的。那这个我把它叫做一个附近的消失。那这听起来是一个非常平常的事情，但对我来讲非常重要，因为这里就是说，你如果这样的附近消失以后，你怎么理解关系？你怎么理解你和社会的非常具体的关系？你怎么样理解公共性？然后你去从一种人道主义出发，你觉得有一个穷人需要帮助，你用什么样的根据和材料去想象那个穷人的生活的样子，他究竟需要什么的帮助？虽然你可以有很抽象的同情的那种情绪，但是你怎么样理解你跟他究竟是什么关系？你只是一个道义上要帮助他，或者说你跟那个你的上位者，有的人比你厉害比你有钱，你跟他究竟是什么关系？你只是一种憎恨、反感，还是说你看到背后是有更具体的一层一层的关系？如果没有对这个附近的这样的感知的话，就这些理解就是不能够落地，然后自己的生活也是变得很真空化，就变得非常抽象化。所以这个是我觉得重新去寻找和建设，是重新建立自己和生活和世界具体的关系的一个方法。